你就来星远阁追杀。星云阁，你是星宇阁的人？在下萧炎，家世要臣。江南谁要臣的肚子？那老家伙倒是有心啊。书接上回，在纳兰嫣然口中得知余韵有大麻烦，因此萧炎在找到青灵之后，便是未曾做过多的停留，让纳兰嫣然领路，三人便是马不停蹄地对着花宗赶去。而天火尊者与小医仙都是在闭关，所以便不好打扰他们修炼。花宗位于中州西北地域，距星陨阁有着一段路程，至少也是需要个10来日的时间，方才能够抵达。不过好在在出了星陨阁后，青灵便是召唤出了一位九幽地冥蟒族的强者，然后命令其变回本体，三人则是以其为坐骑，这才免去了奔波之苦。在赶往花宗的途中，萧炎也是趁着空闲时间，将要老赠予的古灵冷火慢慢炼化。而因为吞噬古灵冷火所需要的时日必然不会短，如今行程已快抵达花宗，因此萧炎决定还是先等将余韵的事解决后再来吞噬它。一路风尘仆仆的萧炎三人，终于是在一片连绵无尽的山脉半空降下速度。纳兰嫣然取出一块花瓣状的东西，然后弹射向面前的虚空，而那片空间也是传出一阵奇异的波动。片刻后，一道巨大的空间屏障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等人视线之中。一进入空间屏障，萧炎眼前便是一花，一种异常浓郁的花香之味便是迎面而来。隐隐间，这种花香之内还充斥着极度强横的天地能量。萧炎身处半空，望着这隐藏在空间屏障之后的世界，脸庞上也是浮现一抹惊叹之色。出现在萧炎三人面前的是一片连绵无尽的花山，这些山峰上种满了色彩鲜艳的花朵，清风浮动间绚丽的花瓣在天空飞舞，那景象仿若仙境一样。萧炎注视着这片连绵到视线尽头的花海，眼中却是泛起一抹波动，道这片花海应该是一处阵法吧。听得萧炎此话，纳兰嫣然也是点了点头，道这是花宗的护宗大阵，若是没有进入之法，只会迷失在这片花海之中，没有人带领，永远也出不来。其话音刚刚落下，忽然便是有着一道细微的钟鸣之声从那花海之内若有若无的传出。听得这种鸣之声，纳兰嫣然脸颊却是微微一变，旋即连忙催促了一声，道比试快要开始了，快跟我走，千万不要走错了，不然便是会迷失在花海。其后的萧炎与青灵连忙跟上。山峰之顶是一片横切而开的巨大广场，此刻的广场周围有着不少身影矗立，目光皆是望向场中，气氛略微显得有些凝重。在那广场中央，有着一男一女而立，女子身着雍容锦袍，锦袍之上绣着用金线缝制而成的花纹，看上去似乎地位不低。她同时还拥有着颇为不错的容貌，只不过略显单薄的红唇，却是隐隐间透着一分刻薄之意。在女子身旁，一位男子懒散而立，手中握着一柄绣着美人图的纸扇。男子身材修长，容貌颇为的俊美，隐隐间还透着一分邪意。当那钟鸣之声缓缓落下时，那锦袍女子狭长的双眸也是微微一眯，冷喝道：“余韵时辰到了，该现身了。”伴随着这锦袍女子的和声落下，半空中也是传来一道破风之声，旋即一道白色倩影侵掠而来，然后玉脚轻轻地落于广场之上，场中所有目光都是转移而去。即便如今已不是第一次看见，但不少人眼中还是涌现一抹惊艳之色。场中女子白衣白裙，漆黑如墨的3000青丝如瀑布般的披散而下，那张绝色容颜犹如山中不问俗事的花仙，充斥着动人的空灵之色。那等云卷云舒的淡雅，令得不少花宗长老都是暗暗点头。难怪宗主临死前会将花宗大统交给余韵，光是这一对比，两者间的差距便是显露而出。那锦袍女子身旁的邪异男子目光望着那白裙女子，眼中也是闪过一抹火热之色。这等极品美人，对于爱美人如命的他来说，简直就是拥有着致命般的诱惑。天地间突然尽数汇聚到余韵身上的目光，也是令得那锦袍女子玉手紧握了起来，眼中掠过深深的嫉恨之色，冷笑道：“我还以为你今日不敢来了。”余韵微蹙着黛眉，望着那咄咄逼人的锦袍女子，道：“宗主，我对宗主之位并无念想，何必苦苦相逼？”锦袍女子冷喝道：“哼，若是无念想的话，便将老宗主毕生斗气交出来，本宗当初好心收留你，没想到你竟然还妄图染指我花宗宗主之位。”余韵摇了摇头，轻声道：“若是我早知道花婆婆便是花宗宗主的话，我便不会救她。至于那斗气封印，已被花婆婆留在我体内，你若是真想要来取便是。”锦袍女子冷笑一声，道：“还当本宗怕你不成？”旋即瞥了一眼那邪异男子，却是见到后者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余韵，心头顿时怒火大盛，喝道：“妖狼，你我一起出手！”锦袍女子目光转回余韵，冷笑道：“余韵，你拥有老宗主的斗气传承，想必以一敌二应该不在话下。而且花宗的规矩你也知道，伴侣2人可以同时出手，你也不要说本宗欺负你，你若是有伴侣的话，也可叫上一起听的。”锦袍女子此话不少，花宗长老眉头都是微微一皱。余韵脸颊上浮现一抹微笑，缓缓摇了摇头，轻声道：“宗主，动手吧，我并没有。”余韵的话音尚未说完，天际之上突然传来一阵破风之声，旋即一道身影快若闪电般的自远处暴掠而来，几个闪烁间便是出现在了广场上的余韵身旁，然后在众多惊愕目光中，一把抓住余韵的玉手。与此同时，一道极其肉麻的戏谑声音随之响起，让地余韵脸颊瞬间羞红：“小月儿，我没来晚吧？”广场上瞬间一道道目瞪口呆的目光望着那突然闯进来并且一把握住余韵玉手的男子，一时间满场竟然都是安静了下来，面面相觑间有些不明白这事情的起因。余韵脸颊羞红，也是有些惊愕地盯着身旁那脸庞上挂着一抹戏谑笑容的青年，片刻后终于是忍不住的失声叫起来：“
萧炎，你怎么来了？萧炎注视着面前这风华绝代的美人，声音中不自觉的却是多了一分柔意。你有难，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吧？云云微微一怔，便是明白了过来，是嫣然旋即感受着玉手上传来的热度，连忙俏脸绯红的将手从萧炎掌中挣脱了出来，略微有些责备的道：“这里是花宗，你怎么还是这么莽撞的乱来？”萧炎微微一笑道：“躲了我这么多年，也该躲够了吧？”云云声音略小道：“谁在躲你？”那锦袍女子目光微凝的望着萧炎，冷声喝道：“来者何人？报上名来，竟敢闯我花宗！”萧炎瞥了锦袍女子一眼，漫不经心的道：“你可以把我当成是云云的伴。”听得萧炎此话，云云脸颊又是一红，羞恼的看了前者一眼，但萧炎却是并未理会，只是目光盯着对面的两人。锦袍女子身旁的那妖异男子，手中折扇轻轻扇动，眼中却是寒意涌动。萧炎与云云的亲密，令得他心头略微有些不爽。到区2星斗尊的实力，也敢在此处嚣张？本尊看你是活腻了不成？锦袍女子冷笑道：“云云，你口口声声说没有伴侣，结果还是忍不住的叫来了吗？也罢，叫来就叫来，免得说本宗欺负你。今日便让你与这小子一起出手，若是败了，就将老宗主的毕生斗气交出来。”闻言，云云黛眉微蹙，他并不想将萧炎拖进这花宗的内部争斗之中来，当下前踏一步，刚欲说话，一旁的萧炎却是将其拦了下来：“交给我来。”听着萧炎那平淡的语气，云云微微一怔，美目注视着身旁的青年，望着前者那带着几分坚毅线条的侧脸，心头也是一阵恍惚。几年时间不见，如今的萧炎已不再是当年的稚嫩少年，现在的后者，即便是在这强者如云的中州，都是拥有了不落的名声。现在的他已经真正的具备了站在他身前遮挡一切风雨的资格与实力。接下来的事交给我来。云云顿时微微一怔，他并不想将萧炎拖进这花宗的内部争斗，在嘴中徘徊了一阵的话语，到的最后终于是缓缓的点了点头。萧炎望着锦袍女子，淡淡的道：“要比试自然是没问题，不过这比试的价码倒是显得太过可笑。你赢了能够得到云云的传承，斗气你输了却是没有半点损失。你认为世上会有这么好的事？”锦袍女子眼眸微眯，冷笑道：“本宗若是输了，云云便可安然离开花宗，不会再有任何的纠缠。”萧炎面色微寒道：“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就不用你试了。”见状，锦袍女子面色也是一变，怒喝道：“你敢？你当我花宗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即便你今日能够离开花宗，但日后花宗的追杀也必然伴随你的生命。”萧炎却是丝毫不让，冷笑道：“有胆你就来星陨阁追杀。”锦袍女子顿时一愣，旋即面色微变，有些惊疑不定的道：“你是星陨阁的人？”对于星陨阁出现了半圣强者的事，花宗也是有所耳闻。有着这等阶别的强者坐镇，星陨阁的实力已能不惧花宗，而且谁都不会忘记星陨阁的那位半圣强者，同时还是斗气大陆的第一炼药师。萧炎目光突然抬起，望向花宗周围的葱郁山脉，大喝声在斗气的夹杂下扩散而出，最后在天地间响彻不休。在下萧炎家施药尘，此行出来，老师吩咐我遇见花宗老前辈，待他老人家问一声好听的。萧炎自报名号，那锦袍女子与妖花邪君面色都是微微一变，他们倒是未曾料到萧炎竟然还有这种背景。在萧炎大喝声落下后不久，一道嘶哑的苍老声音便是徐徐从山脉之内传出，原来是药尘的弟子。那老家伙倒是有气，若是日后有空闲的话，必然会前去星岭阁拜访。广场正北方，一名老妪也是缓缓开口，看其服饰应该是花宗长老，而且地位还不低的样子。花锦既然萧炎先生有要求，便听听他的吧。被称为花锦的锦袍女子只能不甘地咬了咬牙，道：“你有何话便诉说。”萧炎淡淡的道：“此次比试，若是我们输，云云体内的斗气传承交给你；但若是你们输了，花宗宗主之位便交还给云云。”花锦面色阴寒，怒笑道：“原来你是觊觎我花宗宗主之位。”一旁的云云也是连忙道：“萧炎，我对当宗主没兴趣，就不要添乱了。”萧炎冷笑道：“花婆婆本来便是将宗主之位传给云云，倒是你不要脸不要皮的将宗主玉牌强行夺取，如今只不过是拿回花婆婆给予她的东西。”见到萧炎如此不客气，那花锦面色也是逐渐冰冷下来，但却并未硬下来。她只是花宗代宗主，说实在的，宗门内支持她的长老并不占多数，若非她当年由花婆婆养育了10几年，恐怕这代宗主之位也轮不到她来。若是此次真是出了什么变故，恐怕宗主之位就真与她没关系。一想到花婆婆竟然将最大的宝藏留给了明玉，花锦心头的怒火便欲燃烧理智。该死的老太婆，我跟你10几年，难道还抵不过这贱人陪你3年时间吗？花锦深吸了一口气，压一下心头的怒火，目光突然转向身旁的妖花邪君。两人中后者实力强横，一切都是得看他的意思。自是明白花锦心头所想，那妖花邪君淡淡的瞥了萧炎一眼，对于后者的一些传闻也是听说过，但传闻毕竟是传闻，总是有着几分夸大性，而且以他6星斗尊的实力，即便是放眼这花宗之内，能够胜过的他也是屈指可数。这萧炎就算再如何了不得，也仅仅只是2星斗尊的实力，这4星的等级之差可不是那么容易超越的。想到此处，这妖花邪君也是缓缓点了点头，目光停在萧炎身上，平淡的道：“既然你有这等要求，那便依你放心，看在药尘的面上，本尊会留你一口气。”闻言，萧炎方才微微一笑，偏头对着云云轻声道：“退开一些，我来吧。”云云一愣，脸颊上满是愕然，道：“你一个人？”萧炎却仅仅只是2星，对方可是一名6星以及4星斗尊，这还要以1敌2，不是找死吗？在云云愕然间，萧炎却是轻声道：“你也才刚刚斗尊实力，
那传承斗气也未曾炼化，交手的话并不会是他们的对手。放心吧，快的。云云有些怀疑地看了萧炎一眼，但由于对后者的信任，他也并未再度开口，只能微微点头，退后一步。见到云云后退，萧炎则是前踏一步，森白色的火焰缓缓缭绕而上，恐怖的温度弥漫而出。妖花邪君脸庞上划起一抹冰冷笑容，道本尊今日倒是要看看药尘教出来的弟子能有他几成的本事。脚尖一点地面，身形宛如鬼魅般的对着萧炎暴掠而去，浩瀚的斗气铺天盖地的弥漫而出。望着那暴掠而来的妖花邪君，萧炎肩膀一颤，猩红色的古翼便是浮现而出，双翼一震，其身形便是暴掠上天际，那般恐怖，速度直接是让那妖花邪君扑了一个空。妖花邪君面色也是微微一变，旋即目光冰冷地望着那悬在天空上的萧炎，淡淡的道：药尘，就教会你如何逃吗？萧炎一笑道：这便不劳你操这份心了。随即袖袍挥动，11具傀儡闪现而出，阵法结成，能量传递间迅速，便是让那天妖鬼通体变得璀璨起来。见到那些傀儡，妖花邪君眼中掠过一抹不屑，偏头对着花锦喝道：傀儡吧，花锦，你对付云云这个小子交给我来。花锦点了点头，冷笑的目光转向云云，他实力在4星斗尊左右，而云云仅仅是一个1星斗尊，两者间的差距巨大，要收拾后者仅仅只是几回合之内的事情吧。花锦眼中闪烁一抹嫉恨道：贱人，本宗倒是要看看那老太婆究竟看上了你哪一点。仙妖一秒，便是直接对着云云掠去，磅礴斗气铺天盖地的暴涌而出。花锦尚还未出现在云云面前，一道壮硕的身影便是从天而降，蕴含着可怕劲风的拳头毫不留情，便是对着前者脑袋轰了过去。突如其来的攻击也是令得花锦面色微变，一股斗气匹练自掌心处暴涌而出，与那泛着金光的拳头狠狠撞击在一起，可怕的力道将花锦震得连退了2步。刀花邪君轻声道：花姐，你安心对付那具傀儡，我先擒住这小子，那傀儡便会自动停止。然后森冷目光转向半空中的萧炎，手中折扇猛地爆发出深青色光芒，随即扇子一挥，巨大的锋刃铺天盖地的对着萧炎掠去。望着那些暴掠而来的锋刃，萧炎淡淡一笑，背后古意震动，轻易的避开了妖花邪君的攻击，再将3000雷动施展到极致，再加上古意的振幅，萧炎的速度早已是达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层次。避开妖花邪君的攻击，萧炎双手猛地截出道奇异印诀，天火3旋变，第1变、第2变、第3变，萧炎的气息直接是在众多惊愕目光注视下飞速暴涨，眨眼间便是达到了4星斗尊层次。将天火3旋变施展到极致之后，萧炎并未立刻停止，手掌一握，3团火焰便是在掌心中浮现，旋即略作迟疑，张口再度喷出一团森白色的火焰。此战必须速战速决，不然一个不小心便是要命丧黄泉。4种异火同现天空，令得这片天地的温度瞬间便是升高了起来，不少人脸庞都是出现了汗水。这种温度连斗气都是无法完全隔绝。望着悬浮在萧炎面前的4种火焰，那妖花邪君面色也是微微一变，终于是略微有些感到不安起来。